歡迎大家又再收睇 Minna and Minna 日本呼啦啦嘅第二季。有冇掛住我 Minna 先？我就有掛住你哋啦。咁第二季呢，我 Minna 都會繼續同 Minna 一齊遊日本。行きましょう。皆さん、私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とフェイスブックを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Minna and Minna 日本呼啦啦嘅第一季咧，就同大家介紹咗東京唔同特色嘅教堂。但係東京其實除咗教堂之外，仲有好多同基督教相關嘅建築。今集就帶大家睇下日本歷史最悠久嘅基督教學校，等等就係明治學園大學啦。明治學園大學嘅創辦人其實就係江戶時代派嚟日本傳教嘅美國傳教士 James Clutius Hepburn。咁其實佢喺1863年咧就於橫濱嗰度創辦咗赫本塾。不過當時幕府佢就禁止一啲傳教活動啦，咁淨係允許外國人從事一啲醫療活動。同時擁有醫療執照嘅 Hepburn 咧，佢就好積極咁樣去從事一啲醫療活動啊、教育活動啊，以及撰寫字典嘅活動等等嘅。不過後來赫本塾咧就經歷咗轉讓他人同埋改名嘅命運啦，於是就喺1886年喺而家白金校嘅地址正式命名為明治學園大學。咁同埋佢呢一度咧，亦都係日本歷史最悠久嘅基督教大學嚟㗎。咁其實咧，校內現存3棟嘅西洋風建築咧，分別都係建於大正同埋明治時代嘅，佢哋都係非常之有歷史同埋文化價值㗎。明治學園禮拜堂建於1916年，係由來自美國嘅 William Merrill Forrest 所設計嘅。雖然 William 係一個外國人啊，但係佢喺日本留低咗好多嘅建築設計，包括醫院啦、教會、學校等等。而呢一度咧，亦都因為 William 同佢嘅日本妻子舉行結婚儀式而廣為人知㗎。明治學園開校嘅時候咧，就為喺度教書嘅傳教士起咗4棟宿舍，其中就包括我身後嘅英布利館啦。英布利館建於1889年，採用美國木造嘅建築設計。咁由於當時住喺度嘅傳教士就係叫做 William Embry， 所以呢度咧又叫做英布利館啦。咁英布利館其實就係東京現存最古老嘅傳教士館嚟㗎。我身後嘅明治學園紀念館係採用哥德式設計嚟嘅。咁其實哥德式設計喺19世紀嚟講係最流行嘅建築設計嚟㗎。咁另外其實佢前身呢就係神學園嘅校舍同埋圖書館，不過而家就改裝咗。1樓呢一度呢就係明治學園嘅歷史資料館啦。咁大家可以喺入邊見到好多明治學園創辦初期嘅一啲歷史資料啦，同埋創辦人嘅生平介紹㗎。距離明治學園大學大概5分鐘路程嘅高輪消防處，亦都係呢一度嘅著名地標之一。佢呢一個好似燈塔一樣嘅設計咧，非常之矚目啊！另外，其實佢嘅前身咧係警署嘅分局嚟，不過喺1933年之後咧，佢就逐漸演變成呢一個消防處嘅分局啊。咁可以見到佢其實個設計咧係非常之特別啦，係有別於一般嘅一啲英國啊、美國嘅色彩設計嘅。佢係受到第1次世界大戰嘅影響，所以係充滿咗德國表現主義嘅設計色彩㗎。佢而家帶我哋上去參觀啊！係，佢話呢一度咧，呢度比較低嘅，所以小心頭。
但係我151嚟講應該冇咩障礙。哇！すご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呢度係以前咧消防局佢哋着嘅衫啊。めっちゃ古いですね。そうです。後ろの3つが江戸時代のですかね。啊，なるほど。100年前、200年ぐらい前。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塔頂嗰度啦，咁可以好明顯見到頭先介紹嘅德國表現嘅風格啦，咁佢就係有呢個8條弧柱形橫梁支撐住個塔頂嘅，另外都有啲咧弧形嘅窗啦。最特別嘅係我哋可以見到咧以前消防局消防員嘅服裝嘅實物啊，佢話最舊嘅係最後嗰排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實物嚟㗎，唔係道具嚟㗎，好特別啊！然後啱先咧，工作人員就介紹啦，原來呢一個係咧以前江戶時代嘅救火嘅用具嚟㗎。咁而家咧咪可能用一啲水炮咁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嗰陣時呢個位會裝水啦，跟住佢哋就要泵咁樣，然之後就發射啲水出去救火㗎啦。而呢條梯咧就係當年嘅救火梯嚟㗎啦。咁呢個建築咧係用花崗岩製造嘅，可以睇得出咧非常之有歷史嘅感覺啊！すごい！呢個係咧昭和16年1941年嘅消防車啊！佢個梯咧係木做，同埋有個啷啷咁樣，就係咧有火警嘅時候敲鐘噶啦。哇，好有型啊！これより前は、外國の消防車を輸入して使ってたんですけど。因為之前咧其實全部都係咧外國引入嘅消防車，但係呢部係第一部咧日本自己國產嘅消防車啊。同埋咧喺戰爭嘅時候啊，空襲火災嘅時候咧，喺消防活動當中，佢都係非常之活躍㗎。咁呢一架車咧，就大概可以坐5至7人左右嘅。咁啱先工作人員就有講話，因為佢呢一架車係比較開揚嘅設計啦，咁所以未必坐得晒咁多人。有陣時可能咧，其中有啲人就係會掹住嗰啲柱啊，掹住啲梯咁樣伸到出嚟，咁樣一齊趕去救火㗎啦。我哋而家喺日本東京呢度，當然要揾翻啲東京嘅名場景啦。咁附近究竟有啲咩呢？其實附近就係有麻布十番呢一個好值得朝聖嘅地方啊！麻布十番出名啲咩？就係等等一等，望下下面，係美少女戰士啊！作為一個美少女戰士嘅忠粉，等我同大家講下點解麻布十番會同美少女戰士有關係啦。咁其實咧，美少女戰士佢哋生活嘅地方嘅原場景就係取自麻布十番噶啦。咁所以咧，2024年3月開始，麻布十番商店街嘅入口處就有呢一個美少女戰士嘅坑渠蓋啦。係咪覺得好奇怪？點解要喺坑渠蓋嗰度整卡通人物呢？其實咧，日本有好多嘅卡通人物咧，都會印上喺坑渠蓋上面，就係俾大家打卡用嘅。咁而唔同地方咧，都可能會有翻佢哋特色嘅卡通人物，譬如靜岡會有小丸子啦，然之後某一啲地方可能你仲會揾到比卡超啊等等嘅一啲坑渠蓋嘅，所以好多人咧都會特登同坑渠蓋打卡㗎，係咪好有趣呢？喺美少女戰士動畫入邊嘅十番站，再加埋呢一個大鐘咧，喺現實場景中其實就係麻布十番站同埋呢一個大鐘啦。咁大家就可以對應翻呢一個動畫場景噶啦。喺麻布十番商店街向前行一段路，就會見到呢個紅鞋女孩嘅雕像啦。咁喺美少女戰士嘅動畫入邊都有出現過佢嘅背影噶。如果你哋都中意美少女戰士嘅話，就要過嚟朝聖啦。
雖然我哋冇辦法一一參與過去，但透過保存落嚟嘅建築，或多或少都可以窺探到以前嘅世界。不論係古老嘅明治大學、舊式嘅消防局，定懷舊嘅動畫街景，如果冇人堅持守護佢哋、保留佢哋，最後可能一切都會淪為若有若無嘅傳說。無論世界行得幾快都好，希望將來大家依然保護好美麗嘅歷史事物，因為佢哋係歷史嘅見證，亦係我哋與歷史對話嘅重要橋樑。Minna and Nina 日本呼啦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